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其实全球还是会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尤其在2026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海。我们来看几个数据这个包括了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所提交的一份报告《2025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当中内容呢是罕见的以高度又直接的语言指出了。人民解放军呢，正以2027年具备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的能力作为明确的军事目标。而这个报告当中也指出，解放军已经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反复的演练3种可以实际操作的路径，包括两栖登陆作战，还有密集飞弹与火力打击，以及海上封锁，像是切断航道啦、港口，还有外部的补给，让台湾承受长期的压力。先从海上封锁这个层面来分析的话，解放军的战机侵扰西南空域的架次，虽然说这段期间并没有感觉到明显有增加或增大的趋势，但解放军的军舰却是常常绕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比如说也派出了像是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呢，在台湾东部。那请教黄老师，兵推方面曾经也针对这些沙盘推演过、兵推过哈。那解放军目前大家都会想，我们在讲的是封锁台海，哪几种想定曾经兵推过？几乎可以想，对研究解放军的人来讲，目前以东部战区，如果再加上南部战区，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军，通通算在里面。所有可能对付台湾的大到弹道飞弹，小到远程火箭，都推过了。那真正因为大陆现有太多的火力跟兵力，是可以投射到台湾，或者是超越台湾进入西太平洋，这个他能力已经具备了。所以封锁是不困难的，对不对？封锁基本上 blockade 在军事上面，就是严谨的军事的定义上面，封锁已经是战争行为。所以一旦用这个字 blockade， 那基本上就等于宣战了并不是那个国会宣战，而是就是战争行为了。那但是第二个封锁蛮难的，你要封多久？封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东西进，也没有东西出。对那你要封锁多久？3天，还是3个礼拜，还是3个月？封锁又分局部封锁还是全面封锁？再下一个层次，碰到封锁就会影响国际民航跟国际海运，那这个就会惹毛很多人，影响很多人。要不要做多久？那以目前中国大陆搞的两栖攻击舰或者是两栖攻击登陆舰这一类的，以现在目前的部署来讲，还停留在拒止，基本上它不是封锁台湾用的，也不是打击台湾，还说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让外军干涉或介入，所以基本上还停留在反介入跟那个区域拒止的这些作为，包括海上民兵都是这一类。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面对所谓的封锁，然后进行反封锁呢？诉诸国际是一个方法，还是打电话诉诸国际？那个都是兵棋推演的第一动作了。先召开国安会紧急会议，然后再打电话找外国人帮忙。这些所有参演的人都会做。但是我们真正突破封锁的问题，我们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向这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所以我们的手不会伸得太长。所以如果它是远端封锁，那我们都是什么打坦克的，或是短程无人机，那基本上你没有兵力去突破它，那护航更难。对，所以这就是包括海军在内的，就有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做这个近海海军，我们要有一定的能力去把我们需要的物资，包括食物、医疗、这个能源，要能够把它护送回来，因为别国不会帮忙。而且其实封锁它应该不是一下子就收紧全部，而是逐步的。对，有可能啊，这种各种可能性都有。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如果你要应付所有可能超过我们的国防能量，超过我们要花太多的钱。军队包括美国在内，台湾也一样，古时候也是，现在也是。有一句话最难回答，就是 How much is enough？ 我投入多少资源，我才会感觉到安全？我确定他弄不到我。这是一个答案千古名将
都在找答案。所以其实不管封锁也好，反封锁也好，要考虑的就是那个 cost 哈，对，这到时候的成本代价啦。那刚刚提到说这份2025的军事安全发展报告，特别也列出了中方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啊。这个报道当中也指出呢，中方的核武扩张、网络作战加上太空能力，已经具备在危机或冲突中将会直接的影响到美国，而且是连美国本土都可能受到威胁，像是美国本土的社会运作啦，还有包括美国自身的这个军事调度能力。那解放军我们知道他们的3航母现在已经正式成军成型，而且呢是演练的越来越熟悉，在逐步的进逼之下，似乎现在常常讲说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起码在第1岛链已经有把握跟美军来作战了。那当然这个对战双方把它拿出来比较的话呢，美军现役有10艘航母但是不太可能一次出动10艘。那如果真的对峙的话，在第1岛链，文甲老师认为解放军在第1岛链阻止美日因为反介入它可能会做法是什么？的确呢，其实在中国现在的一个军事强大以后其实它是之前是从近海威慑，现在到了结构性的挑战美日的安全体系那当然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一直仰赖着台海安全是来自于美日的介入嘛，介入。那其实现在的演变当然这个中国随着它的这个陆海空天电网再加上你讲核武，再加上太空等等这些呢，其实中国已经有长足的一个进步那当然这会引起这个美国跟日本他们的一个高度一个紧张那但是其实我想这个理事长也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历次的 CSIS 的兵推里面提到，如果说一旦这个共军这个在台海挑事的话，那其实有2种情况是就是会成功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不愿意介入，第二个日本不愿意出借基地给美军来使用那因此呢这个我想是应该是美国跟日本现在急着要去赶快去做好一个因应的准备，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所谓的中国的反介入的力量嘛那我觉得他现在美日之间，就我观察，他可能现在需要的是靠着一个科技的一个整合跟多域的一个协作。因为既然这个中国是发展陆海空天电网，那当然他们美日之间也会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制那所以呢，我想他们此时此刻呢，现在要注意的中国对，尤其台湾这个部分可能刚刚你所讲的，可能第一段要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封锁给台湾这样的压力跟美日这样的压力。第二个当然就是密集的这个像火箭炮、无人机等等这些东西，或军舰或是航母来这个一个军力的一个投射。那最后一个才是这个2栖登陆作战，但是我觉得2栖作战也不大可能会发生了，因为可能就是在决定在第2阶段是不是有效的火力的一个攻击台湾，让台湾能够这个投降，或者说美日就不愿意再继续投入了。这我想是决战在第1跟第2阶段。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美日的介入嘛。第2日是的。那当然，对于中方来说的话，当然要是反介入是。可是对美日来说的话，他又如何做到反介入？他们的战略会是或他们的思维会是他的战略当然他其实一直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台湾你自己还是要撑起第1级你第1级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实际上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或是说对民防或是大家的一个心理建设或是团结的话，那其实这个第1级我觉得是非常之沉重而且也是我们现在落实下来的。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成功第1级，那当然他现在整个一个日本或是美国的一个武器投射，他就用离岸制衡战略，其实它是放射在这个时候冲绳这个就是西南诸岛的地方免得这个放在台湾，万一打了台湾就没了嘛，就被摧毁了。那因此我觉得现在美日更会加强在一个西南诸岛一个军事建设，这样子既能够防卫本身日本的本土，也能够对台湾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资源。黄老师简单请教快速这个请您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单以台湾自身的国防的能力来讲的话，如果排除美日的介入，做得到吗？我们不管有没有能力，只要遭受到攻击的话，就是拼上所有的力量去抗拒、去抵抗。那结果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如果说只是海空基地通通被摧毁，跑到拿掉雷达站打掉，这个很快。
72小时之内很可能台湾就有很多地方会断裂啊。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最终的政治目的，任何用兵为的是达到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治理台湾，然后把台湾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基础建设保留，那你就要确定你怎么打法。而且现在讲说兵推啊，除了请教两位这个军事专业的军事兵推以外，还有包括像是经济兵推跟金融兵推啊，也相当重要。2026啊，我们看到在金融这一块，像美股啦、日股啦、台股啊，都延续2025的强劲走势，当然有一定的支撑力道。Morgan Stanley 呢，他们就预估啊，标普500指数将会再上涨13%。那么日股呢，也稳稳站上5万点，台股也是稳坐3万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外面有这个地缘高度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可是资本市场还是情绪高昂。可是呢，在2025，就是大家也看到2026会延续的是 AI 的走势啊。可是只靠 AI 独撑，再加上还有刚刚提到的通膨问题，如果很难退却的话，再加上现在一起考虑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呢，2026相对来说就风险是小多了吗？这怎么看呢？从这个解放军过去我们也知道，他们举行了非常多的军演，特别是有封锁的军演。但是呢，在那段期间看到台股其实是大涨的哈，感觉上好像无关。高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就不能排除吗？这个风险是当然存在的。诚如刚刚黄老师讲的，如果是全面长期的。这全面的封锁性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话，那对台股是核弹级的一个爆发，核弹级的影响。但如果是局部的、短期的、灰色地带的封锁，或所谓的准封锁的话，那可能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从裴洛西事件啊，到这个围台军演，到飞弹越过台湾的领空，那这些事件，台股确实有跌，但是马上就恢复。所以对整个台股的走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的影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虽然外资在去年他们也卖掉了这个将近200亿美金左右的这股票，但是他们都还是 parking 在台湾，所以他卖掉了，但是他还在钱还是留在台湾，还是伺机要去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他们又害怕又想来赚台湾的 AI 的这个财 ，AI 的资本市场的财，所以这个格局目前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只要AI 它持续火热，这4大 CSP 业者就是微软、Google 啊这些，他们持续有每年将近750亿美金到1200亿美金的这样投资的话，那 AI 是持续会畅旺。当然，我们说如果有一天 AI 这个投资整个停下来的时候，那对台湾股市的影响是很大，因为目前 AI 的获利，台湾股市 AI 的获利是占我们整个科技股的40%以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所以如果这40%拿掉的话，那我们台股一定会下跌。对，所以其实2026还是充满着高度的政治风险的一年呢。那不管你是投资人，或者是你没有在投资的，你都必须居安思危。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